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棵伯里奇兰从去年夏天开花到现在，最后一个花梗终于开完了。表面上的植料已经腐烂，刚开完花的这个球茎也都黄了，这里又长出了几个新的芽。这个就是它开花时的模样。它的花非常的美，花期也很长，有差不多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。从去年的3、4月份开花到现在，今天准备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要不要给它分盆，还需要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再说。根长得非常的严实。要把它拔出来，不是容易的事情呢。再弄不开，就要把这个盆剪掉了。哇，拔出来了，看一下里面的根，居然一点植料都没有！我的天哪，居然没有植料，它还能一直从去年3、4月份开花到现在。这棵兰花的生命力也太强了吧！腐烂的球茎要掰掉，烂了一个新的芽，有点可惜哦。里面也是软的，估计里面应该也是没有植料的。这样的话，我还是给它分一下盆吧，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。这些根都长在一起了。怎么掰都掰不开，还是用剪刀剪掉吧。看一下从哪里剪，分成2份吧。直接就这样把这些根剪掉。里面也是没有植料的。太神奇了，这棵兰花里里外外居然都没有植料。我估计这棵兰花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用水苔种植的，到后来慢慢的长大，根就把这些水苔完全的裹住了。这棵兰花我买回来大概就2年的时间。刚买回来的时候也没有给它换过盆、换过植料，到后来就一直开花，也没有给它换植料、换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估计我买回来的时候，那些水苔都已经腐烂掉了，已经是没有植料的。但是它在没有植料的情况之下，还继续的开花，开了差不多有8、9个月，花梗陆陆续续的长出来。一只花梗开完了，另一只花梗又马上长出了花苞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等到它的花基本上开完了。现在才来检查一下它的植料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呢。我本来还不打算给它换植料，就直接换一个大一点的盆。由于它里面的根都长得非常的严实，里面根本一点植料都没有。如果单单就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对里面的根也是没有什么帮助。所以想来想去，还是给它分盆吧。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点植料都没有。把这个老的球茎也剪掉。
虽然里面没有植料，但是里面这些根还是长得非常的健康呢。把这些根清理一下，就可以把它重新上盆了。这一颗也比较干净。这一颗可以用原来的盆种植，这一颗呢就另外找一个盆子好了。今天用的植料还是桃栗木炭珍珠岩加树皮，树皮的分量比较多一些。这也是根据这棵兰花需要的水分来调配的植料。伯里奇兰需要的水分比较多，跟文心兰差不多，它需要它的植料是保持湿润的，不需要等所有的植料干了才给它浇水，70%的植料干了就需要浇水。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也比较高，平均在50到60左右。它对光线的要求没有那么高，中光就适合它的生长，也就是差不多蝴蝶兰需要的光线。它不需要文心兰的中强光。对温度的要求呢，也就是人体感觉舒服的温度就适合它。它既不耐高温，也不耐寒冷。温度低于8°C的时候，就需要把它挪到室内，否则它很容易会冻伤。它也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如果要种植在室外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。施肥呢，也就是薄肥勤施。我的兰花差不多每一次浇水都会用肥料水，薄肥勤施。好了，这2颗已经重新上盆了。希望它们很快就能浮盆。浮盆之后，其中的1盆我会把它卖掉。家里的兰花太多了，不想拥有2颗一模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